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李26岁，来自山东，自媒体；小李29岁，来自河南，酒店管理。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马上30了，就想稳定下来，尽快结婚。可他一直找各种理由拖着，我就想问问他到底想不想娶我。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遍了，我们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还达不到，现在结婚的话对我们2个人都不太负责，可他就是不听。我觉得他现在所说的不结婚的理由都是借口，也许他根本没有想过和我有未来。我现在不知道我还应不应该继续等下去。哦，今儿来催婚的哈，就是问他要不要娶你，是吧？对。那今儿他要说不娶你，咱是不是就分了？他如果真的确定说不娶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哦，因为我29了嘛，我也没有太多时间陪他这样子耗着。你能等几年？先把婚定下来，这样子。行，那咱们从头说一下啊，你们2个人恋爱多长时间了？我们恋爱的话1年了。这1年感觉怎么样啊？这1年感觉下来吧，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属于异地期间嘛。异地的时候呢，他是在温州那边工作，而我呢是在杭州。异地期间其实还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恋爱半年的时候吧，我们一直老异地也不是个事儿啊，对不对？然后我说，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大胆一点，我把杭州的工作给辞掉。我去温州找他发展去，但是呢，到了温州之后，待了2-3个月没有找到工作，那这时候很多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自己想回杭州吗？我自己说实话是想回杭州发展的，我肯定是希望他能支持我，并且跟随我。也就是说，你希望他为了你去到杭州，对吧？对，因为我是想着说，我为了他做出了一些牺牲，我来温州，然后尝试了一下，但是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我说，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去杭州试一试呢？这么一个想法。女生愿意吗？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然后我的家人的话都在这边，我这么没名没分的，然后跟着他，然后舍掉我现在的工作去杭州，我觉得太冒险了。娶你是必须要在温州娶你是吗？也没有说必须要在哪里娶吧，在老家也可以啊。就是说他一直，然后对于我们结婚这件事的话，一直是很恐惧，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恐婚的这种感觉。他怎么恐婚了？就比如说，然后我们谈了半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我家，就是我父母也在温州那边嘛，然后有见过我父母，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什么的都有见过啊，对他还算是比较满意。我就想着说，是不是我们就是可以先把婚定下来。他当时呢，然后他就拒绝了我。我认为当时我们因为只谈了有个小半年嘛，对不对？我个人我觉得还不太成熟。然后呢，尤其过年那会儿嘛，我家里因为我是山东那边嘛，大大小小的亲戚会比较多一些，就是我父母那边可能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忙嘛，所以我只是跟父母浅浅的提了一嘴，并没有跟他们就是说太多这种相关的事情。主要还是我觉得时机尚且不成熟，我想呢我们再磨合磨合这样子。你觉得什么时候时机成熟啊？我觉得2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工作稳定，然后经济自由；第2方面就是时间这块，可能我觉得1年的时间，这样就算是差不多。也就是说，你见过女方的父母，对吧？对的。那你有带女方见过你的父母吗？没有。过年的时候，然后我跟你提了，我说回山东，然后见你父母，然后你是拒绝的。然后5·1的时候，我又跟你说过这件事情，然后你还是模糊不定的。我父母跟你也说过这个事情，你还是很不情愿的那种感觉。所以至今你没有见过他的爸爸妈妈？对，没有见过。他有明确的跟你说过我会娶你，只是现在他有我也没有就是说明确的问过他，但是他给我表达的信号，我就是觉得他是会娶我的。他都见了我父母了，我为什么不能见一下他父母呢？老师是这样的，你说。我想解释一下啊，就5·1那次的时候，因为我觉得1年了嘛，时间这块我觉得最起码是可以了。他给我提过之后，我有认真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并且那次我是非常负责任跟我家里说，要考虑一下的，因为当时我跟家里就是说他这块的话，说的没有特别仔细，所以家里其实认为我们感情没有稳定，觉得我们可能是太冲动了说再往后拖一拖。你给他的理由是什么？你觉得经济条件不够？你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对，这是我自己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什么？我刚毕业不久，然后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我自身没有太多的积蓄，
这是我自身一个条件。但是你想想订婚，因为我也有了解过嘛，要给高额的彩礼，尤其是他那边至少是20万打底。你没有这个积蓄是吧？是要20万的那个彩礼，大概是，但是我也没有说，我们家也没有说一定要让你拿出20万的彩礼啊。彩礼这还只是说一方面呢，那我们是不是还要考虑？你像置办酒席是需要的吧？五金我要不要给他买啊？甚至说的远一点啊，以后有了小孩子，要不要养小孩子啊？这都是一笔很高的费用啊！不，你先把结婚说了，咱别说孩子的事儿。对，我觉得他就是在扯，我觉得他就是然后再找理由、找借口。他是没有这些积蓄的，对吧？他是有这些积蓄的。他之前的话，我知道他手里面是有一笔积蓄的。他还然后背着我，然后有偷偷的然后去看车。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想着拿着这笔积蓄，然后去买车？对，我之前是看过车。因为我觉得什么，现在这个社会有车有房是必须的吧，就车子房都得有吧。那我现在给不出来房子，但我车子对吧？我先考虑一下。那会儿正好说有一个车型我很喜欢，我去了解了一下，没有说现在就要买啊。那其实你会看到他的一些付出的，比如说他毅然决然的来到了温州来找你，对吧？甚至也是有这个打算说要到你的城市来跟你一起生活，结束这个异地恋的，对吧？只不过在温州这段时间，他觉得没有找到工作，对，他就觉得，然后说什么，然后为了我，然后来到温州，导致他现在然后没有工作，什么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一样的。他总说这个，你看他刚才说的买车的事情啊，一个是我没有说当下就要买，我只是说我先看一看。那你看了就是想买呀？如果说你不想买的话，你为什么要看它呢？你这么也是手里面有这些钱的。那像我的话，我手里没有钱，我都不会去看我买不起的东西呀。你是觉得他宁愿会用这个钱去买车，也不把这个钱用作你的婚礼筹备，是吧？对。所以你就觉得他还是没有想娶你的意思？对，你买个车最少也得个10几万、20万左右吧。那我彩礼也就才20万左右，对吧？他就宁愿他的积蓄买车，他都不愿意给我付彩礼。那他不就是在找借口吗？好。那你觉得他来温州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感觉他怎么样？他来温州找我的这段时间的话，大部分的话，然后支出的话都是我支出的比较多一点。我觉得应该算是他对我然后有所付出吧的。他的付出就是他来温州找我了嘛。那我对他的付出就是一些在金钱上的一些付出呀。他在温州是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对呀，在温州待了2、3个月，然后都没有一直找不到工作。有没有去找？每天在干嘛呢？我一直在好好找呀，我不是在面试，就在面试的路上，你知道吗，老师？他也不是说一直在找，你要说他没有找也不是，他也有在找，但是就是说他基本上的时间都是在用于在打游戏。温州找工作比杭州容易得多。对呀，那你要说温州这么难找工作的话，为什么我可以找到？为什么温州生活的这么多人都可以找到，就偏偏就你找不到呀？现在男生是想回杭州，并且想让你跟他一起回，你是完全不同意的是吧？我是目前的话不愿意跟他去的，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对我这种态度，我觉得就太冒险了。什么样的态度你是会考虑跟他去杭州的？除非就是先把婚定下来，因为我毕竟也30了，我也等不起他了，先把婚定下，我觉得就是一个定心丸吧。不是姑娘，你为啥这么没有安全感呢？因为我们异地的时候，他经常就是不回我消息。他不回你消息在干嘛呢？他跟我说他是在跟他朋友喝酒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有一次我是跟朋友喝酒，那我提前给你报备过了呀。他一倒好，一直在那儿催，一直发消息。老师你想想，我跟朋友就是有些男生嘛，喝点酒可能喝到高兴了，不这么及时看手机消息的呀，不会这么及时的就会回他。那你再不看手机啊，2、3个小时你都不看手机吗？那我给你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回，我知道你是出啥事儿了还是咋的了？是我看到那个手机消息的时候，你确实已经是很多条语音、很多条视频了。然后那会儿我想，除了他在喝酒的时候失联，还有什么其他让你不安心的事儿吗？就比如说之前异地的时候，他有在那个杭州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播嘛。然后期间的话，他跟一个那个运营小姐姐有一点那种暧昧的聊天。是暧昧到啥程度呢？我这边是有一段录音的，给各位老师看一下。睡了没呀？你今天播的时候状态有点不好呀，好几个大姐都没有维护好，没刷钱就走了。明天下午有事吗？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吧，我给你培训一下。他约他吃饭来着，正经的话聊工作谁用得着？然后还要私底下约吃饭。我好好教你怎么去维护大姐。你不是刚下播吗？你怎么没有回我呀？你在做什么呀？今天播的不好没事的，明天我去给你当观众，我给你刷一点，支持支持你。没事的，咱们一步一步来嘛，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问我，我会一直教你的。
跟你连着一直发这么多条消息是什么意思啊？啊，你听不出来他那话多绿茶，还给你发图片。这个很明显，这个运营小丽明显喜欢你嘛。对呀，我也觉得呀，他就是死不承认啊。不是，哎呀，我们那会儿是聊完工作之后闲聊一些东西嘛，发那个图片给我，对不对？他问我好不好看，我是出于什么？我们是同事的关系，对不对？而且他要管理我一些直播的事情的，我是要有求于他的，所以呢，我肯定不可能当时明确的说就怎么样，我说好看，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他跟这个运营小姐姐的这个聊天比较暧昧，对吧？对，太暧昧了。你说咱正常的话，你说咱聊工作就聊工作是吧？然后半夜还2、3点钟在那儿聊，然后我都睡一觉睡醒了，他俩还在那儿聊呢。老师你也看到了，就是视频里面的，还有给他发这个图片，问他什么衣服好不好看这种话，你正常的话，同事之间用得着这样子吗？这女生肯定是不太正常，有这种暧昧的嫌疑。男生我觉得我还没太看出来一定怎么样啊，这我个人感受。他的回复倒是比较应付的一个状态，对吧？那别人约他吃饭，他还愿意去呢。我没有去啊，他是约我吃饭了，对不对？他可能说明天我穿这个件怎么样。我那会儿，因为他后续的话，我并没有跟他去吃饭，你知道吧？我是感觉我当时理解的是什么？他说可能说是明天，但我理解是我们有空去吃个饭，对不对？那直播的事情我并没有说真的跟他去吃饭了。所以一个是你会在吃饭的时候失联，第二个是跟运营的这个女生她觉得有些暧昧的关系，还有其他的让你不安心的地方吗？还有其他的就是他做主播的时候跟他那个榜一大姐，然后在那儿聊天加微信。哪有什么直播大哥大姐啊？老师你想想，我做主播的时候肯定要有人看的吧？那有的是就给你评论，对吧？刷弹幕。会线下联系吗？线下见面不见面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然后有联系。我承认确实是加联系方式了这件事情。不是姑娘，你已经这么没有安全感了，你为什么还一定要嫁给他呢？我觉得也没有看到他实际性的出轨啊这种情况嘛。他对我平时然后也还算好，所以说我们两个日常相处中，然后就是有一些小矛盾，但是总的来说还没有很大的问题吧。所以今天他要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你就是要分手了是吗？对，那就很简单嘛，就是来催婚的。然后男的想不想娶，这个大家明眼人应该一眼都能看得出来。只不过有人就是蒙在鼓里，非要一个答案，那我们就给他一个答案就好了。但其实男生是不想分手的，是吧？对啊，我很喜欢他的呀。他又不想结婚，但我自己的经济方面，我确实，我也提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说提了，对我的家庭来讲，我也是不太好意思开这口的。他肯定不想分呐，没有下一个呢，要找着下一个再分嘛。来，那我们先问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小李和小婷啊，你们觉得他们的故事听完以后有什么想说的吗？站在我的角度来想，我还是比较支持这个姐姐的想法的。我快30岁了，然后男方还没有给我一个确定的答复，让我跟着他去他的城市工作生活，但是他没有给我一个名分，是我也不会去的。我觉得其实男生的部分想法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他的现在的决定不太有责任感。好，谢谢你们2位啊，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很显然，对于结婚这个问题，女生越要，男生越逃。男生刚才说结婚尚早，但是对这一个29岁的女生来说，她还真早不了了。因为女生她还有一个生育的最佳年龄期，她认为已经瓜熟蒂落，就应该水到渠成。男生说这是有条件的，是要等到自己的工作稳定、经济稳定，这个时间空间太大了。1年以后，你完全可以说，我的工作还不稳定，我的经济状况也不好。我在想，有没有条件，这是现实问题，但求不求婚是态度问题。您回杭州，您自己知道，这一个求职的卷就卷在那里。所以我希望男生今天坦坦荡荡的说明白，是不是奔着结婚去的，有没有可能。在这里不用含蓄，不用隐晦，直截了当，否则我认为你会害了他的。你也给他做出选择，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理由。他现在要的并不是说今天同意明天走进民政局，你首先要求婚吧。而且他已经说了，哪怕你现在经济条件不好，
对彩礼问题可以商量的，根本不是说当地的习俗多少就是多少，这就是诚意。但是对结婚你毫无诚意，所以你今天我希望从你口里说出来，我们两个人就是谈谈恋爱的，我现在看不准，我在近期不可能和你走进婚姻，明白的告诉他。落花有情，这个流水无意，你的出发点就是错的。你老是想结婚、催婚、逼婚，你这个心情啊，我跟你说啊，越着急的事越要缓着办。因为对很多女生来讲呀，30岁是一个敏感期，可能觉得自己过了30岁之后，可能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人追我了，自己可能要降低身价了。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越是这个时候，你越得冷静。这叫什么？这叫急事缓办。因为这边就是我们家里，然后我就是也给我一些压力，这是肯定有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压力而迷失了自己啊。你家里人着急，我相信你也着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劝你别急，我劝你冷静。第二点是这样的，异地恋本质上是什么呢？本质上是对你们双方感情的一个影响也好，考验也好，影响也好，就是你们这个发生了这个爱情的叫什么？叫物理错位。那么你异地恋往往是这样的，你双方熬过去了，那就是锦上添花；熬不过去，也未必是失败，只是说你们现在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和距离共存或者共处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三点，那么异地恋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啊会把你们之间的珍惜放大，有的时候也会把你们的脆弱暴露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这是我跟女士说的，你可以等，但是时间比较长，前提是这个男的值得你去等。你呢也可以选择离开，无需要让这个男的反复去证明他想娶你。我的观点是，你们呢还真有点不合适，因为你现在肯定在温州嘛，他要去杭州了，怎么可能呢？那我觉得他可以去杭州，就是说尝试一下嘛。就说如果说尝试说不好了，这不用解释了，你已经在杭州尝试过，你明白的。我觉得有一点，这个男的今天明明白白说我想娶你，彩礼我愿意给，他说父母也能接纳你，我觉得这种情况还可以考虑。他第一他没有态度，第二还要去杭州，你又不去杭州，你们结什么婚啊？关键你耗不起了，对吧？他能耗得起，他不着急，他有优势。好，谢谢任律。那有很多想要了解任占敏律师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去关注我们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任律。为什么30岁一定要结婚？我有点没搞明白这件事儿。怎么了？是现在你头上有一把剑在这儿悬着，这把剑上写的是如果30不结婚就啪插到你脑袋里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底是非他不嫁，还是非30岁不嫁？这是你要想明白的问题，姑娘。这个人正好在你要结婚的年龄闯进了你的世界，你就像救命稻草一样的拽住了他，觉得一定要嫁他。可是你要想明白，你到底是非他不嫁，还是非30岁不嫁？如果你是因为年龄的这个大限让自己陷入混局当中的话，我劝你现在清醒一点。所以解开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30岁要结婚？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了，你们两个人可不可以认真放松的谈恋爱？我们不考虑婚姻的问题，我们不考虑订婚的问题，我们就单纯的看我们两个人是否合适。所以姑娘，我觉得你要先考虑的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你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在30岁就结婚。当你抛开这个帽子的时候，和这个负担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才能真正找到一个你适合嫁的男人。而眼前的这个男人，说白了，他压根儿没想娶你。想娶你的男人没有什么经济啊、时间呐，他会跟你一样，奔赴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绝不是一个人一直在卑微祈求，一直在询问什么时候娶我，什么时候娶我。另外一个人说等等看，所以你们走进婚姻的可能性很低。我非常理解女生想要结婚，
非常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就是我是需要结婚生孩子的。结婚可以不分年龄，你30、40、50都可以结，女性80岁的女性也可以再婚，但是生育是有年龄限制的。我们都提倡优生优育，对吧？我们也是为下一代负责。你30岁如果还没有谈一场以结婚生子为目的的恋爱，那你就要成为高龄产妇了，这对你对胎儿都不好。问题在于你找的这个对象没有这个想法，明白吗？所以最初选错的是你，你不要怪他。我觉得谈恋爱可以有结婚的目的，没毛病，但是你得找一个和你目的一样的。你跟他好的时候，你们俩异地时候就要说清楚，哎，亲爱的，我很喜欢你，但是我是真的希望1、2年就结婚生孩子，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这个意愿？也许咱们谈了1年半年不合适，咱可以分手，对吧？我也不会赖着你。但是如果我们感情好，你有没有结婚的意愿？他没这个目的呀，人家就觉得我恋爱非常愉快，我不想承担进入婚姻的那些责任，至少现在我不想。所以你最初没有选一个和你目的一致的人，所以你俩只能走一小段，后边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目标不同了。你是结婚生子，他是享受爱情。所以我觉得姑娘，你如果真的是迫切追求结婚生子这条传统人生的路线，那你真的感谢曾经有过的爱情，开始新的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你要愿意继续追逐这个爱情，你就别再提结婚的事儿，水到渠成再说。你要说我追求的是婚姻，立刻分手，彼此祝福，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男生，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你下次再遇到这种适婚年龄的女性，你也跟人说清楚啊，我现在还不具备结婚条件，咱俩可以相互喜欢，我们可以彼此去享受爱情，但是婚姻那些东西我现在给不了，你也说清楚，不就避免麻烦吗？你也知道他比你大几岁啊，所以从头上说实话，你确实不太负责任。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好，然后不要抱怨啊。如果这条路不对，我们就停止，然后走向人生新的征程，把它留成美好的回忆。我不知道女孩为什么觉得想哭，因为现在男孩讲了，阻碍他结婚的所有的都只是经济问题。那你要不倒贴一个？也不是吧，就刚刚老师说感觉他好像并没有想娶我这一瞬间。哦，没有，因为这只是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在我看来，也许男孩就只是觉得，如果你不去要一个婚礼，不需要那么多彩礼，不需要我买房子，裸婚的话，可能我就愿意结这个婚呢。愿意吗？说白了，我也是个男人，我不可能会觉得啊，我什么都不给你，我就跟你结婚啊。那至少说我这方面有一个保证吧。那你的这个保证，你打算的目标是多少？10万块。好，10万对于你来讲就能结个婚吗？10万包含婚礼、彩礼、婚后启动资金。你们觉得这些应该不太不够？对，那你们2个人都不是为爱情而哭啊，你们都输给了现实啊。小伙子提的这个10万不是天文数字，假如咬咬牙不买那车，然后自己好好的工作存个1年，也都能存下来10万，因为没有那么想结婚，以及不想去就是不想花这个钱在这个事儿上。然后你这边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这么爱这个男人，那不就是支持他不就好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做出了让步啊，本来的话我们那边彩礼的话都要20万左右，那我觉得10万块钱给他减一半了，已经足够多了。一个没有这个能力的人说我已经做出让步了，你做出让步了关我什么事啊？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啊，那他都有钱去看车，然后去研究车，他为什么没有这10万块钱呢？因为你不值车呀，你没车好啊，车能载着他走向梦想，你能吗？你只能载向他走向那一个爱情的坟墓，婚姻，对吗？车能够让他在小伙伴面前体面，还能帮他接送一下女孩子，你能吗？带着你去送女孩子啊，就是他明明有这个钱都不花在你身上了，你都知道答案了，你问我们干啥呀？你都知道答案了，你还要逼他干啥呀？就是他已经把选择题的答案放在你面前了，你往前逼近就是自取其辱。可是你不但要步步逼近，而且你还希望他把侮辱来得更猛烈一点，你以为你是海燕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点。所以你要咋办啊，姑娘？如果你说不行，我就算是他把那个事实都摆在我面前，他车里就是带姑娘，我都要他，那我就会教你怎么样把这一个男人哄到婚姻里来咯。但是你事实上有这么多苛刻的条件啊，你也没有那么爱他呀。你的恋爱、你的婚姻都是讲条件的。
所以你哭啥呢？眼下的一切甚至都不是男孩不负责任，他的不负责任都没伪装，丝毫不画饼，完全不掩饰。而你自己却在他毫不掩饰的拒绝你之后，却自己在编织黄粱一梦，还在哭。如果你说享受恋爱，你们俩就爱着吧；如果你说要结婚，赶快换人吧。你适合在相亲角找伴侣，不适合在兴趣小组找同道中人。接下来你们坐那儿歇会儿，然后也听听一对大学生他们的爱情故事，好不好？好吧，来，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李21岁，来自安徽，学生；小婷21岁，来自安徽，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本来我俩异地恋，我就好多想，他还和女生搞暧昧，一吵架就玩消失，最后还得我求他和好，我心里很不平衡。他不但无理取闹，还有臆想症，总想管着我，时不时还查我稿。你希望对方为你改变什么？我希望他对我有耐心，不要逃避问题，和女生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仗着我爱他就这么有恃无恐。希望他不要限制我太多，不要太敏感，我需要独立的社交空间。现在我真的有点怕他了。你看看，这都是异地恋惹的祸。你俩这个一个武汉，一个安徽，上大学咋认识的呀？我们老家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是高中的时候认识的。高中毕业之后，有一次回学校，然后他跟我表白，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呦，那这个大学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了？2年多，快3年了。这3年异地恋苦不苦啊？肯定有苦的地方啊。苦的多还是甜的多？基本上甜的比较多，但是苦的地方也是有的。那今儿主要说苦的事儿是吧？对，这次是我想来嘛，然后因为我跟他是异地恋，然后他身边的女生特别多，他的异性缘也非常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小心眼嘛，我就是比较控制他跟异性之间的那种距离、那种交流感。他在那儿。你在那儿，你怎么知道他的异性缘好的呢？他的那些什么短视频平台呀，或者是手机朋友圈呀，或者是他朋友的社交软件，我都能看到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对，看到了什么让你觉得他没有距离和安全感了？一些就是评论呀，或者是他跟他们班同学拍的一些视频，或者是聊天记录，聊的内容就是也不是那种特别过分的东西，但就是分享日常，感觉跟我聊的东西都差不多，没啥特别的。对，没什么特别的。那面还天天见呢，你还不见呢，是吧？对，你跟人家还是有区别的。你的女性朋友比较多，这事儿你承认吗？承认，但是也只是普通的朋友，没有超出那个边界，我觉得。他们都知道你有女朋友的事吗？都知道。有人喜欢你吗？我觉得没有。别你觉得。那就是没有。有人追你吗？没有。他们都只是跟你纯朋友是吗？对。那你觉得你女朋友为啥这么敏感啊？我觉得她有点臆想症，她特别的爱胡思乱想。那她这个胡思乱想是不是真的因为发现过什么，有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事儿？除了你说的这个聊天的日常报备，还有什么情况让你不舒服吗？就是我之前发现他跟他们同班同学一个女生聊天嘛，那个女生发自己照片给他，然后问他好不好看呀，漂不漂亮呀。但是我觉得那个女生知道他有女朋友，他也知道我是他女朋友，就不应该说这些东西。然后也有女生问他说什么有个很火的面包品牌，说能不能买给他。这件事情我是从他那个手机里面发现的，我觉得很不合适。然后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经常跟他吵架，有隔阂。好，我们俩一吵架，他就把我拉黑、删除、玩消失。到最后两边都有点消气了，就是才会我找他或他来找我和好。要消失多长时间啊？大概差不多1天吧。最后怎么又加回去了呢？最后基本上有的时候是我借我朋友的手机打电话给他，然后说我有事跟你说，然后你把我电话拉回来吧，然后微信拉回来，他就拉回来。所以每次你们2个人闹别扭吵架，大概率都是因为你发现了一些你觉得不妥当的行为，对吧？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你刚才说了2点，第一个是跟女生发信息发的比较日常的，这样跟你没什么区别。对。第二个就是女生给他发一些信息，
你会觉得不妥。还有什么吗？她不仅会怀疑我跟我普通的异性朋友，她甚至还会怀疑我跟她的闺蜜有事儿。然后她说我平时拉黑她、删除她，真的是因为，就是你们看她现在可以正常的交流、正常的沟通。如果我们俩因为一点小矛盾吵起来的话，她完全就是另一个人，脾气非常的暴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沟通这个问题，我就只能。你跟她闺蜜，她怎么怀疑了？不是老师，这件事情我怀疑她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我闺蜜啊，之前对她的那个印象非常差，因为我比较恋爱脑嘛，我一直奔赴她，我闺蜜就是说她这个人不行呀，她配不上我的之类的话。现在我闺蜜就态度180度大转变了，说哎呀，她这个人很好，让我对她好一点。我闺蜜是因为我才认识她的，然后我闺蜜跟她在安徽上大学嘛，我一个人在武汉。我之前发现，她跟我闺蜜私底下就是有沟通、有交流，然后一起吃了饭，一起看了剧，然后还带我闺蜜喝了酒，然后喝完酒之后把我闺蜜送回家之后，在我闺蜜家待了半个多小时，而且就是这些事你都怎么知道的呀？这些就是我闺蜜，然后后面是告诉我的，然后我也从那个社交平台账号里面发现了这种东西，我就问她，她自己也承认了。她跟你闺蜜的这些一系列的约会是没有提前跟你说的？没有，都是事后你闺蜜告诉你的。对，事后。那难道你闺蜜也没有提前跟你说？哎，我跟你男朋友约了饭啊，还约了酒，她也没说呀？事后我才知道，我闺蜜才跟我说的这些东西。哦，所以他俩都挺那啥的哈。对，我觉得很不合适。是你去问了以后，闺蜜才告诉你的，对吗？对，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社交平台就是有互动嘛，我就去问她了，然后我越问越多，越问越多。那么闺蜜不是告诉你，而是承认。不是，我闺蜜之前跟我提过，说什么看剧的时候碰到她了，然后这样的话。后来偶尔又在家里碰到她了。然后后面再问我闺蜜，我闺蜜就说的。你现在没把闺蜜拉黑吗？我闺蜜现在也不玩了。然后，我就是觉得特别不对劲嘛，因为感觉做的事情感觉就很不妥。然后她是不是也经常跟其他女生出去吃饭啊什么的，让你也不放心？我没有，因为我比较控制她这些东西，她跟女生单独出去吃饭是没有的。那不单独呢？很多朋友一起出去有过。老师就是她刚才说的和她闺蜜吃饭，然后送她闺蜜回家这件事儿，我和她解释很多遍了，她就是不相信。你怎么解释呢？就是为什么看完以后还要到他家里去坐半小时呢？因为当时我们并不是我单独一个人和他去吃饭，而且我在他家待了不到10分钟我就走了。当时的情况是，她闺蜜和我们正好看剧散场之后遇见了，然后因为她闺蜜的票是我帮她闺蜜买的，我朋友正好有几张内部票，那个票又很难买。你帮她闺蜜买票这事儿，你女朋友知道吗？她知道，然后我们看剧的座位是没有坐在一起的，是散场的时候正好遇到。她闺蜜说，那就请我们吃个饭吧。我和我2个男性朋友一起去看的话剧，然后我们是4个人一起吃的饭。结束的时候，她闺蜜我觉得可能有点喝多了，我就说那就给她送回家吧。你不是和你的男性朋友一起去送的吗？是的，我们是3个人一起给她送到了楼下。然后到了楼下之后，他们小区的那栋楼的电梯有点坏了，然后我就跟我2个朋友说，因为也只有我算是之前和他认识，就我给他送上去，你们在楼下等我会儿吧。然后送上去之后，因为喝了点酒，然后爬了楼梯又非常累，我就在沙发上休息了几分钟，不到10分钟我就下来了。全程我那2个朋友都在楼下等我。不是所有的事情全程啊，有一个最有问题的点就是你们都应该事先跟你的女朋友说一声，因为你们2个人是因为女朋友认识的，这是不合理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是闺蜜的事儿，她同学的事儿，让你心里耿耿于怀。还有吗？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过分的就是她跟她那个同班一个女生说过我坏话嘛。我前段时间翻了她手机，我不看还好，我一看吓一跳。就是短视频平台有个续火花这个功能，她跟他们同班女生就那里聊得热火朝天的，就是比我聊天还是热火朝天那种感觉。我往上翻，她跟那个女生啊说我小心眼，说我控制欲强啥的。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是在她面前说啊，你女朋友这么作啊！我看到之后，我整个头皮都发麻，真的是火冒三丈的。我当时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拿手机想问他，我还没发起脾气，他先给我发起脾气来了。我当时发脾气确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去乱看我的手机，我觉得很不尊重我。不是，你发脾气的原因是因为他居然翻到了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班总共就30多个人，只有6个男生，算上我。
然后我就觉得我和其他的女生日常的正常沟通、正常交流并没有什么。那个女生说她来来回回就这点事儿是吗？我也反驳了。就是跟异性的这点事儿让你没有安全感，还有啥事儿吗？有啥大事儿吗？就是之前我俩刚开始谈异地恋的时候，1个月大概能见3、4回面嘛，然后现在1个月、2个月见不到1回面。之前天天抱着手机打视频呀，然后现在就算我打视频给他。他也会就是挂着视频，他忙他的，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就是分享开心的事情。然后有一次我偷偷去跑到他学校找他，1下午找不到人影，然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到他宿舍楼下等他，等不到，我就去他学校附近的网吧找他。他看到我之后没有一点点惊喜，就是说啊你怎么来了？我就问他，你宁愿把这些时间换打游戏都不愿意来见见我吗？或者是跟我说说话吗？他就是觉得没有必要。为啥没有必要啊？我就是觉得我们在一起时间已经很久了，感情也比较稳定了，没有必要像热恋期一样1个月固定见个2到3次面或者3到4次面。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和他见面我的经济负担会很重。我平时的时候也会去兼职，我赚钱去找他。我不像他家庭条件好，说来就来，可以说走就走。我兼职又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学校那边的事情我也需要去忙，两边的压力就让我都非常大。而且我并没有说不见他，我只是觉得双方都有时间就见一面，没有必要固定1个月见个3到4次。那见面不是只要你花钱，我没有花钱吗？而且我不用上学吗？我不用忙吗？那为什么之前能见面，现在就不愿意跟我见面了呢？那不见面这个恋爱怎么谈？你们2个人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我很喜欢他，我想娶她。我也会现在去努力，我去做兼职攒钱之类的，因为我没有底气说不去工作也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未来。我的家庭没有给我这个底气，所以我就要靠我自己。我不可能在这个阶段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恋爱上，我也会在学业和日常的兼职工作上占用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比例。听到这儿，小李坐不住了，小李身子往前移了一下。21岁呀，人家就说要娶自己的女朋友，这边都已经26岁了，还没说要娶。他刚才确实是有一个微表情。哎，对，我刚才看到他身子往前对移了一下。那个姑娘，你有啥打算吗？我也是有着跟他就是长期发展的那种想法，但是经常因为这种事情吵架，然后反正现在隔阂就是很大。所以今天你们2个人来到这儿，希望我们怎么帮助你？就想让老师们就是劝劝他吧，对待这个感情就是态度上面应该要立起来。他光说娶我的，你态度不立起来，你中间的边界感没有保持好，我觉得你就是在说假大空。这个你们私下有沟通过吗？比如说你们之间立一些规矩。有，我觉得边界感跟异性的边界感，就是你正常的专业上面、学习上面沟通是有的，但是你不能跟他那种闲聊天，而且更不应该跟别的异性分享我的缺点。我觉得这点是完全我不接受。所以就是我们劝劝他啊，能够稍微注意一下边界意识哈。男生，你希望我们怎么帮你呢？我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以后不要太约束我、太控制我，因为他离那么老远，他上哪儿控制你去啊？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会听他的，但是这种管束让我很不舒服。他怎么管你了？就是比如假如我同学过生日聚会，把我喊去了，但是有异性在，他就会不乐意。但是那个异性并不是我喊去的。哦。而且如果我这个时候说走就走，也会让我那个同学很扫兴。哦。能够不要太限制你的一些活动交友是吧？我之所以限制他就比方说刚刚说什么过生日啊，有异性同学啊，就是因为之前他跟他朋友嘛，参加同学聚会，然后我要求拍视频给我报备嘛，然后他确实给我拍了，拍完之后又消失了，然后打电话不接，然后发信息也不回啥的，然后到最后我还是从共同好友的朋友圈里面发现，他跟一个女生在玩撕纸的游戏。老师，您听过吗？撕纸？明白。就是他跟一个异性脸对着脸，嘴对着嘴，然后嘴里叼同一张纸。然后看到之后特别火冒三丈的，我就直接杀到安徽去了。然后我就当着很多人质问他，我说这就是你不回我消息的原因吗？你就在跟别的女生搞这种暧昧的游戏。然后他给我发脾气了，他就是意思就是我不给他面子了。
哎，那男孩就是你女朋友刚才说的，不要和女生闲聊，什么发照片分享啊、吃早餐啊，这些你觉得算是管束吗？但是他说的这些事情很少有发生，就是哪怕只有一点点，他也会无限的去放大这件事情。就像我们日常和朋友之间沟通说，明天早上上课顺路去一起吃个早餐。我不会和异性这么说。也不会凌晨发信息，也不会拍个照片给异性看，说你觉得这好看不？哎，你女朋友给别的男孩发信息说，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他同学嘛，人家那个男孩审美挺好的，你觉得能接受不？我不能。你女朋友跟别人凌晨约着说，明儿咱们早上一起去吃个早饭吧，你能接受吗？我没有用这种说话的方式，我就是很正常的一种。比如说，就很正常嘛，发信息。对，你女朋友跟你哥们儿俩人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下一起约饭喝酒，然后还你哥们儿把他送回家，你能接受吗？如果是我很好的朋友，不告诉你，没告诉你啊，可是没告诉你啊，事后被你发现了，你朋友、你哥们儿才跟你支支吾吾的承认了，我接受不了。哎。凡事就怕往回倒，哈哈，所以明白了，知道这个21岁的小朋友们啊，这个谈恋爱遇到点困惑啊，需要老师们帮帮。这个一个要树立一下边界感，提溜一下；一个呢就是这女生管的有点多，就是男生受不了了，所以就怎么办？我们先来听听2位小李啊，他们怎么看？好，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吧。我感觉他们2位的话，因为也是异地嘛，和我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他们是在校园里。总体我听下来感觉的话，他没有太大的问题。以后可能会处理好的话，能继续走下去。我这边的话，然后我会比较在女方这一方面的，因为我也深有感受，就是特别的，然后容易没安全感。然后包括这个男生说什么，然后就是陪女生的，然后闺蜜去吃饭，然后这个事情，他刚才说那句"我想娶她"，有触动到你吗？有，你别瞎感动。你看他都哭了。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男生然后没有太多的边界感，但是我又听到他愿意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女朋友去多打几份工啊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哎，如果你男朋友啊就是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没有边界感啊什么的，但是他跟你说我想娶你，你嫁吗？如果说没被我抓住重击的话，我可能会相信他。你男朋友可以和别的女孩玩那个嘴对嘴的撕纸游戏吗？不可以，不可以哈。对，我不是说只要求他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也不会这样子。哎，来吧，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看。喜欢玩失踪的男人，要么是没有这么爱他，要么是已经在寻找退路。几次玩失踪，其实他内心的失望就越多。失踪比争吵还会让女生崩溃。你们2个人的问题核心很明晰，那就是异地恋和异性缘2者融合了，发酵了。本身你们2个人是异地恋，作为女生因为喜欢你，所以她更需要有安全感，更需要在你身上找到他想要的信任。结果呢，由于异性缘有很多我看得到你是被动的，但这当中也有你主动的。你认为我没什么，你认为就是玩玩，但是你触动的是他敏感的心。这种敏感很正常。你在合肥上大学吧，您看他在武汉，虽然隔了一条长江，毕竟是异地。如果说他得到的信息又是碎片化的，甚至是有所选择的，他得到的，您说他不崩溃吗？就像你和他的闺蜜说清楚很明白，但是你和另外几个异性有点过，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并不是那一种真正享受着因为我和异性有这样的一种可能，他在享受这样的过程。当然由于女友不在身边，从情感而言有些煎熬，但是不能到这样的场所这样的场景当中
去寻找所谓的自己的放松，甚至是发泄，多为对方想想。先谈这么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啊，我不反对异地恋啊，因为有很多异地恋也有成功的，也有从异地恋转为同地恋后来成功的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们现在异地恋，因为你大3、大4到同一个地方还2年时间呢。那么呢，这里面呢，异地恋给你们俩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双方的感情更要用心去经营，这是一个长达2年的考验。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啊，男士啊，你们俩的异地恋，我对比一下，你们2对异地恋啊，有区别，有共同地方。共同地方我不说，区别在哪呢？他比你真诚，你别看你很坚决，但实际上你不真诚。他犹豫反而很真诚。我想表达一个什么观点呢？啊，男士，我觉得啊，女同学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感觉你涉嫌暧昧，涉嫌暧昧说明缺乏责任感。那么第3点，同学之间或者和老师之间聊天很正常，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边界，就是聊一些比如说学习上的内容、方法，交流一些学习的心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要涉及到情感话题，一起吃早餐，一起去旅游，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喝酒，一起送他回家，我觉得这种事就杜绝了。接下来一点是，你看刚才你发现男生有一点吗？他说啥吗？他说我反对你看我手机，为什么呢？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这个话对吗？对了一半，但问题是我特别讨厌把这个隐私权作为挡箭牌。我有时在想，如果你手机里面啥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我们这个时候还有必要来谈这些隐私吗？你们恋人之间如果确实没啥，坦坦荡荡的，干干净净的，明明白白的，就让他看。最后谈一个问题啊，是你们可以继续下去，继续爱下去，但是婚姻呢，先别谈。我觉得时机还不是成熟，因为刚才这位先生的话应该用在你们俩身上，时机不成熟，对吧？你毕竟还是学生呢，对吧？学生里面当然大学里面有结婚的，有生孩子的，但这不是主流。婚姻和爱情过程中啊，需要磨合，你们再磨合吧，好吧？就是我知道，就在婚姻中，我知道我和你不同，有差异，但是找一个适当的方式，携手走下去。谢谢任律。那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任占敏律师的观众朋友，大家有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去关注我们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任律。他的大学生活当中其实是丰富多彩的，女朋友只是他大学生活当中的一环，而这个女朋友呢又不在自己的身边。不在身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可以和更多的人去发展一些关系。我们其实现在讨论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大学生谈恋爱又是异地恋，到底该怎么谈？就这个边界感是否真的对每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一旦发现对方有超越一些边界感的事情，我受不了，对不起，我跟你说过我的边界感在哪儿，但是你没有听我的，那我就会选择跟你分开，而不是说每一次都在重复一个问题，然后发现重复了这么多次一点用都没有，然后你还在不停的说，最后你就变成了祥林嫂了。21岁，你们的生活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就清清爽爽、干干脆脆的、单单纯纯的，我们喜欢就喜欢，觉得有负担了，那我们就暂时先分开。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内容组成，我们的生活像拼图一样。如果我只盯着眼前的这个爱情的话，你就会受限在这个爱情当中，就像一个牢笼一样把你困住了。所以我觉得姑娘，既然是底线，既然是边界，就守好边界，亮出底线，就这样。我觉得如果一对恋人啊，需要提醒对方说，哎，你不能这个早晨邀请其他女性一起吃早饭哦，你不能和其他异性玩嘴对嘴撕纸的游戏哦。如果还要提醒的话，里边有爱吗？你觉得？如果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这需要提醒吗？
我觉得他会主动就，哎，不行，我有女朋友，我干不了这事儿，我受不了和其他异性这么亲密的接触，因为我心里有一个人。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姑娘？你应该明白他这么做的原因吧？什么原因？因为他不在乎。你说对了，他不在乎你啊。手机是个人隐私，但如果一个男孩正特别对一个女孩上心，生怕这个女孩怀疑自己，赶紧说：“你看，宝贝儿，我和谁都没关系。”知道我女朋友本身就敏感又很在乎，赶紧说我啥都没事儿啊。所以不爱嘛。男生，我跟你讲哈，你还不如这个小哥哥呢。他是真诚的不想娶她，但是真诚的想和她恋爱，他喜欢这个女生，他愿意为了她辞掉自己女朋友不喜欢的主播工作，大老远跑到温州去投奔她。现在也是真诚的，因为舍不得她，不想跟她分开，自己又想发展点工作，想回杭州，劝她你跟我走吧。他只是没有能力结婚，所以我都没有太怎么去批评他，只是责任感不够或者负责的能力有限。你是真不靠谱啊！什么我想娶她，我要做兼职，我要攒钱，你都没有今天好好爱她。你作为一个20出头年轻人，你都没拿出男生恋人的那种血气去爱她，你在这儿还什么喊着我要娶她，拉倒吧，骗小姑娘呢。所以我觉得异地恋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真心相爱。我觉得年轻没有问题，问题是有没有愿意真心付出。我觉得经济条件不好也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努力，关键咱真得喜欢，真得学会珍惜。所以我劝你们呀，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女孩也没有太多感觉，你又那么愿意和不同的异性交朋友，你去多交朋友好了。姑娘，你也自尊自爱一点啊！一次一次被人家拉黑，都是他有错在先。哎呀，咱那点自尊，你这漂漂亮亮的，你的自尊心去哪儿了呢？干嘛去把自己的一份情感投注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不值，好吧？赶紧分手。我都不和你谈自尊自爱了，但是咱做人得识趣儿。你都已经感受到他那么多的欺瞒和对你的冷淡了，还不识趣儿？还得冲到现场去，就为啥呀？为啥？就是我们都说聪明的人哈，能够听得懂弦外之音。就像你男朋友都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爱跟别人玩，我就是觉得打游戏比你好玩，我宁可打游戏都不要跟你在一起，你怎么还非听不懂？当你在朋友圈里头看到他和女生在玩撕纸游戏，当你知道自己的男朋友联系不上，那不就是直接照片发给他，然后拉黑删除，不就完了吗？对吧？我还跟你废这个话，我还去为了你，我去买张火车票，孟姜女啊，你以为？就还要千里寻个夫，然后跑去了以后，他居然当众羞辱你，说你破坏了他，不给他面子的时候，你还不走。你居然还能够忍下来，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原谅他的。所以当一个恋爱谈得这么卑微的时候，你还谈什么边界呢？你都可以任人践踏，有啥边界可言，姑娘？反正我每次坐在这儿听到这一群姑娘们这么痛苦的恋爱，然后看着小伙子们那么漫不经心的时候，我就想把你们都拉回家，就乖乖跟妈妈回家去好不好？咱不出来了，咱不出来了行不？咱不恋爱行不？他不跟你玩的时候是剧不好玩还是游戏不好玩？他跟别人玩撕纸游戏的时候，你是学校没课业要做吗？你是没什么语言要学吗？你是没兴趣爱好要去弄吗？如果他玩物丧志，如果他忙着跟人搞聚会，导致自己的大学生活碌碌无为，你难道不可以利用这个闲暇时光发展你自己的大学生活吗？你为什么变成了他在碌碌无为的跟别的女人在玩暧昧，你却追随着他，比他们俩还无聊？他好歹得到了一个暧昧，而你得到的是什么？是别人指责你破坏了他们的雅兴。咱做人识趣一点，自己保护好自己，爱护好自己。对于男生，我都不想说你什么了，任由你嘴上怎么说，你目前做的事情，你却还老要让我们相信你是真诚的，你的行为是暧昧，你做的一切都是暧昧，你对女朋友的表现也是暧昧，你却要让我们相信你在为爱情画的大饼能吃，算了吧。谢谢各位老师啊，也谢谢我们两组嘉宾。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各自回到门后，想一想你们是否要从这扇门里面走出来，好吧？好，谢谢你们，请回到门后。
好了，我们在揭晓我们第一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好了，我们来看第一组嘉宾的结果啊，来吧，3、2、1，请开门。肯定出不来了。不会出，应该不出来。对，道不同嘛，女生已经很明白了，不相为谋。对，很明白了，没错，女生已经得了答案。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有新的开始啊！好了，那我们来要揭晓第2组嘉宾的结果了。要提醒一下，目前如果正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跟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大家小心被骗。好了，我们一起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不要，不能吧？别出，再出来就让他妈把他领回去。对，够呛。再出来，你那老师要给他领回去了，真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年轻时候的爱情肯定有他们的期待，有他们的憧憬。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感情，那属于你的爱就不会远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妻子怀疑我对感情不忠，偷偷在家里安了摄像头，他这么做是不是违法？隐私权呢是自然人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格权利，每个人的隐私权都应该受到尊重，哪怕是夫妻之间也不例外。现在呢，为了安全起见，很多家庭都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但是，如果夫妻之间未经另一方同意，偷偷监视另一方在家中的活动，那么呢，就涉嫌侵犯了该方的隐私权。建议夫妻之间遇到情感问题时，多交流，通过沟通消除隔阂。采取透露的方式往往更容易激化矛盾。感谢我们的情感导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啦，拜拜。